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加重承担，减轻负担。这句话如果不经解释很容易让人搞混因为承担都加重了，负担怎么会减轻呢？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没有矛盾承担跟负担也是一门大道理大学问承担是指生理跟身体上的，负担是指心理跟精神上的。承担越多，不代表负担就加重因为体力有限，心力无穷或者身累心不累这样还是有承担没负担只要心里没有负担即使承担再多再重也不会感觉累即使会累那也只是身累而已只要透过休息，力量立即恢复然而如果心理负担很重造成心理压力很大，那这个就会造成在压力下生活，在压力中工作，那这样就会造成心累而让步伐走得很沉重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加重承担，减轻负担，这个道理跟另外一句话是文辞虽异，其义相通这句话就是负重前行，轻装上阵。那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也是有一点矛盾，其实也是没有矛盾。加重承担，减轻负担跟负重前行，轻装上阵，这两句话都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负重前行是意味着在面对困难跟挑战时我们要坚持、坚强跟努力不但不被困难击倒，而且还要继续保持往前迈进就好像说别人在扯我们后腿，我们不但没有停下来还坚持跑下去最终呢，扯我们后腿的这个人他会感觉很累、很辛苦，最后他也会选择放手那这也是一种生活妙法了。那这整个过程就叫做什么？负重前行那轻装上阵是指什么？强调走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如意的事情很多造成包袱跟布袋都很重，因此呢，想办法呢，我们要想办法随时把这个包袱跟布袋放下，那才能减轻心理负担跟心理压力嘛。这样我们的心灵才会轻安那生活的脚步也才会轻盈那这样的态度叫做轻装上阵负重前行，轻装上阵，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加重承担，减轻负担先做到减轻负担，才有可能轻装上阵同理放下布袋何等自在，放下包袱何等幸福。那不懂得放下包袱跟布袋呢，那负担就会很沉重那不懂得放下重重的心事，人生就会活得很辛苦几十年来我因为会务关怀要到很多国家去看灾或赈灾或者是会务关怀都好了去东南亚很多国家，甚至远到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我都是只带着随身行李而已没有托运但随身行李也是有限制重量所以行李必须很精简这样才能够轻装上阵嘛。上个月月初我才去了柬埔寨参加义诊这个是疫情过后5年来呢第一次已经停顿了5年了。那之后呢，我又去到马来西亚参加2个据点的进士堂的动土典礼，这个前后13天我又要带蓝天白云制服跟白布鞋又要带委员的制服包括西装跟黑皮鞋也是那2个随身行李而已那这么多东西要装进2个随身行李，也是一门大学问里面有撇步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详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透过我们读书会的群组呢，我再来跟大家好好分享
如何做到这样子轻装上阵呢？有时候呢，跟我一起同行的志工或者同仁呢，即使短短呢4-5天的行程呢，他就拖了一个看起来好像要出国1个月的行李，那我就很疑惑，里面到底是装什么东西呀？怎么会用到这么大的行李呢？当然有时候会带着一大堆的结缘品去跟当地的据点结缘嘛，这个是另当别论了。那如果只是个人的行李却用了那么大的行李箱不但占了很多车子行李箱的空间那进出机场也很不方便嘛，看起来是负担很重然而我进出机场就非常快速，省了很多那个 check in 跟那个等待行李的那个时间所以对减轻负担跟轻装上阵呢，我是很有心得的。那如何才能做到减轻负担跟轻装上阵呢？重点来讲有3个，那大家可以参考了。第一个，心理上要学会放下不必要的负担跟压力第二个，行动上要随时做好充分准备，有备才无患那无患就是没有担心，没有压力那第3，策略上要懂得提升做事效率因为效率不好就会拖延工作，工作拖延久了变成累积工作，那工作一累积就变成工作压力了嘛，这个压力就变成什么？心理上的负担那光是这3点呢，就有得学了啦必须一步一步从小事开始做起假以时日，功夫了得，自然能够潜藏加重承担、减轻负担跟负重前行、轻装上阵的各种滋味那生活中呢，想要减轻负担就要生活要简单一点过惯了简单的生活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东西我们不需要的，甚至不必去拥有。然而呢，很多人却穷其一生卯足全力费尽心思在追求，也因为多欲多求呢，而衍生烦恼嘛。那这个烦恼就是心理的负担其实生活中需要的是不多，但想要的很多这是人类贪婪的一种习性那一旦不克服，就有抑制的烦恼了。简单的生活会让我们创造出知足的空间相反的，拥有太多或欲望太多，就会丧失知足的空间生活简单，无形中就减少很多身心的负担那负担减轻，日子当然过得越乐然而，减轻负担只能算做了一半，另外一半还要怎么加重承担为什么要加重承担呢？加重承担就是指投入人群，多为人群去付出了别人不做的我们拿来做，别人不会做的我们做给他看，简单的留给别人做，困难的留给自己这样我们会得到很多学习的机会好，那学习的越多，承担的越多，自然就有成长的喜悦啦所以才说要成长就要承担。有形的承担，因为做得很欢喜，所以不会感觉沉重那无形的负担，因为心灵遭受压迫，所以呢，让人无法轻安勇于承担的人，因为时时接受考验跟挑战，而踏实成长精神生活也会因此向上提升那日子当然会过得轻安自在。其实有一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就是承担的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学习机会，学习的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好，能力越好，信心就越强，信心越强，就越敢承担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相反的，不敢承担的人就会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越没有学习的机会，经验就越不足，经验越不足，能力就无法提升，能力无法提升，信心就无法提振，信心无法提振，就越不敢承担即使承担一点事情他也会感觉到负担很重
其实这个就是心理因素嘛。那这些因素都是互为因果啦，互相影响啦。感觉自己没有信心，那怎么会产生力量呢？感觉自己没有力量，怎么有勇气去主动承担事情呢？是吗？彼此都是环环相扣，节节相通啊。其实承担就是一种试炼，这个是需要通过承担压力、承担责任、承担挑战来磨练自己啊，才能塑造出坚韧的个性啊。尤其当我们在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迫走出舒适圈啊，没那么轻松啊，因为你必须做的很多思考，并付出实际行动这样无形中呢，就是在推动自我的成长嘛。其实这个可以从很多慈济志工身上呢得到印证啊。还没有进慈济做志工之前呢，可能只是一位家庭主妇，可能也没上过班，有些学历并不是很高啊。但是承担工作跟责任之后呢，本来什么都不会，也不必缴学费，但是保证教到会，也就是智慧、经验、能力呢大大提升啊。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资深的慈济委员跟干部，他们做事的历练跟处事的圆融啊，实在不输大公司的老板啊。他们的人生智慧甚至比那些大老板还高令人不得不佩服啊！这个中间成长的关键因素就是什么？加重工作承担跟一边减轻心理负担也就是志业加重承担法脉加速传承慧命加倍增长孔子的《论语》中有许多句子跟加重承担、减轻负担的理念是互相呼应的，证明了很多古今中外的一些道理是道道相通例如《论语》中的一句“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可不弘毅的意思是说，不可以胸怀不够广大啦。那任重而道远呢，是说要承担很多的重责大任还要走很长远的路。那这个就是加重承担的意思嘛。而承担重任之际，还要懂得还要懂得有弘毅的精神也就是心胸要宽大，这样才会没有心理负担非常有道理《论语》还有一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心中无忧，有勇气的人呢无所畏惧这个跟加重承担、减轻负担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唯有智慧、仁爱跟勇气具足的人呢，才能够心无旁骛的去承担工作跟责任嘛。心无旁骛，才不会有心理上的挂碍跟顾虑这样才能减轻心理上的负担嘛，力量才会泉涌因此呢，在面对承担很重的时候虽然是负重前行但是心态上呢，必须保持轻装上阵这样才能够从容应对所有的人跟事包括困难、障碍、挫折都好了。以庶民语言来讲，这个叫做四两拨千斤如果是心理负担很重，那就会千斤去拨四两，这个就辛苦了啦。举例来讲了每一个人在年轻阶段可能需要面对学业啦、事业啦、家业啦等等，这个中间充满了很多的挑战，甚至还要承受失败跟挫折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那这个状况就是什么？就是负重前行然而当我们年长后呢，生活历练有了我们回顾以前的经历发现我们已经学会了放下包袱，放下遗憾，还会选择以更加从容的豁达的心态呢，去面对人生的每一天因为你不这样子做的话，日子就会很难过能够这样子做，日子才会好过嘛。那这样的心境就是什么？就是轻装上阵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哀怨跟倾诉说自己有职业倦怠啦，工作不顺啦，遇人不淑啦
怀才不遇啦，压力很大啦，身心都好累啦，等等。其实这种累不是被工作压榨的累啊，也不是体力跟精力衰竭的累，追根究底呢，是心中堆积的太多的杂事啦，脑海中呢被杂念塞满了啦，而无法得到片刻安宁的累，动荡的心呢难以平复啦。对啊，一言以蔽之的，就是有太多有意或无意的事情呢背在自己身上，造成心理负担了。那这些心理负担是什么呢？就像对别人的承诺啦，对未来的担忧啦，对过去的后悔啦，对风险的焦虑，对各种事情的担心等等，这些都算是心理负担，它会削弱我们的心力哦，导致我们一直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在过日子啊。那这样生活的这个步伐就越来越沉重了啊，最终让我们感觉好像每天忙不完哦，疲惫不堪呐，忙碌不完呐。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生活的经验呐，对啊，感觉呢好像每天都特别忙啊，但一天下来呢，又觉得自己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啊。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心忙了。身体其实没什么忙，是心忙。那人一旦心忙了，即使不做事，都会感觉自己很忙了。所以才说事烦心闲嘛。以前我们也讲过这句话嘛。事情很繁重，但心里很悠闲。唯有心闲，才会身忙心不忙，而忙得很开心的。因为没有心理负担啊。现在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到处在奔波啊，因为有忙不完的事情，但自己却不知道为何辛苦，为何忙啊，一天过一天啊。心忙的时候，甚至会让人感觉头昏脑胀并想尝试的去躲开，可是往往没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出门散心很容易的，往内调心这个就很困难了。躲得了身，躲不了心，这个是闪躲不了，而必须直球对决的人生功课啊。所以近思语才说，我们常常讲这句话：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啊。要直球对决，避开不了了。那要怎么去面对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断舍离的。有些事情该丢弃的就丢弃，不要大小事都往心里装啊！人生来日方长，以后还会继续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没必要什么事都放在心上，心中放太多杂事或心事，这个会造成纷乱的心田，开不出智慧的花朵啊！所以人生如果想要加重承担，减轻负担，或者要负重前行，但是轻装上阵啊，断舍离是必修课程之一啊。泰戈尔是印度一位著名的诗人哲学家、作家跟音乐家，他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家都有听过这一号人物嘛？泰戈尔他曾说呢，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回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那他也在他的一本作品里面讲到一句话这本书叫做吉檀迦利他讲到一句话是这样说：我消耗了我的白日去编织一张网，用来捕捉虚无啊。当夜晚降临时我看到的却是空的。这句话是表达放下执念的重要性跟前面讲的烧毁回忆有相通之处那泰戈尔也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提到如果你因失去太阳而流泪，那么你将失去群星。那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啦，
造成带着心事过日子，日子就会越过越沉重啊！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珍惜当下跟把握当下啦。丢弃该丢弃的，舍弃该舍弃的，放下该放下的，我们才会感觉自己轻松了很多啊！这就是减轻负担跟轻装上阵的道理嘛。那这些大文豪跟佛教的大觉者，他们的思想跟所讲的道理也都是相通的啊！其实人不是一下子被重担压垮的啊，而是日积月累的琐事跟杂事堆在心里面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呦，人生好累哦，好累，好辛苦，每走一步就感觉身心疲惫，脚步沉重啊。因此才说，人生需要断舍离啦，舍去没必要跟不重要的，把精力集中在需要跟重要的事情上面。问题来了，什么是需要跟重要的事情呢？事情的大小标准在哪里啊？对，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啊？那大小标准在哪里啊？简单讲就是，心大则事小啦，心小则事大。心大则事小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的心胸宽广，格局很大，遇事能够冷静豁达的看待问题啊，这样即使是复杂或棘手的问题呢，他都会觉得不过如此而已呀，从而轻易化解困难，把问题看得很小。那心小则事大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心胸狭窄，气量很小，对问题很敏感而斤斤计较啊，这样即使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可能被他用放大镜把它放大啊，小事也变成难以解决的大事了，变成难解决的问题了啦。所以心态决定问题的大小，事情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同理呀，问题本身也没有固定的难易啊，而是取决于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压力也是一样的道理，压力本身也没有大小之分啊，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抗压性。也就是说，抗压性够的人，压力会变成助力；那抗压性不够的人，压力变成阻力。能把压力变成助力才能减轻负担，轻装上阵嘛。相反的，那压力变成阻力，那只好负重前行啊，脚步沉重啊。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讲减法人生吗？什么是减法人生啊？就是不追求过度的物质财富啊，减少对奢侈品跟非必要品的消费，通过断舍离清理家中多余的物品，只留真正有用让自己愉悦的东西呀。减少不必要的人际关系，不必刻意去迎合或维持不健康的社交关系，而是专注于结交能够提升我们身心灵的善知识啊。学会接纳自己跟别人的不完美，没有人是完美的并减少对自己跟对别人的苛求，不要一直很会苛求别人还有不要过度追求成功跟名利，而是把精神聚焦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面。不过要注意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必须是对的事情跟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条件的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好的事情了，不一定的。那以上讲了一堆，这个就是减法人生了。那减法人生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减去我们的烦恼嘛，跟减去我们的有形跟无形的负担呢，这才是幸福快乐的根本之道嘛。人生旅程如果感觉自己累了，那就停下来歇一歇并且冷静的想想哎呀，是不是有些东西该丢弃的啦？因为再不断舍离的话呢，就会让这些琐事拖垮了自己其实人生除了生死之外，其他都是小事啦。
凡事看开一点呐，人生没有什么事情重要到必须让我们装在心上啊，常置心中啦，所以闲事杂事不要一直往心里装。那遇到讨厌的人跟事，也不要老放在心里，毕竟这些对我们人生没有什么作用啊。人活着不应该只是为了赶路啦，而是为了领略人生的美景，享受生活的乐趣啊。就好像说猎人只知道努力在追逐猎物啊，却没有时间观赏沿途美丽的风光一样，都非常可惜的啦。对，有些人忙碌了一辈子啊，每天都在追着时间跑，或者说是追着名利在跑啊，到头来却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啊。人生旅途要学会轻装上阵，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如果有太多牵挂跟顾虑啊，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精神内耗，给自己套上一个无形的枷锁。而想要减轻负担或轻装上阵，就要懂得放下不该去提起的东西啊。然而放下也需要勇气哦，提起也需要能力哦。先能放得下，才能提得起啊。而一旦提起了，还要懂得适时放下，也就是急流勇退啊。两个要交叉循环啊，看起来是放下，其实是腾出手来啊，让两手都空了嘛，你才有办法去拥抱更多的东西啊，不是吗？对，有些人呢，看到别人过着清安自在的生活，他感到很喜欢，也很羡慕啊，因为自己做不到啊。然而，如果真的喜欢，其实你也做得到，你也可以拥有哎，只要找对方法，就不怕路遥远了。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了，找到方法就不怕做不到了。但如果只是羡慕而不去找方法，那这样就只能继续羡慕下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包袱，就好像是一个未上锁的鸟笼啊，其实只要你轻轻一推，就是碧海蓝天的啊，也就能够海阔凭鱼跃啊，天高任鸟飞啊。但是大多数人喜欢把自己反锁在里面，然后在鸟笼里面呢翻腾挣扎，一直到精疲力尽。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啊，一生的写照啊。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就好像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力量也是一样啊，没有善恶之分哦。力量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破坏啊，不是吗？所以力量也没有善恶之分呢，完全取决于人。一切事情都有两面性，关键是在于如何利用。善用之则为福啊，错用之则为祸，叫做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啦。意思是说，祸跟福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心念上的选择，也就是说你自己说了算啊。老子有一句经典名句啊，叫做“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呀。福祸是互相依存的啊。这句话是用来比喻事情的发生呢，都有积极面跟消极面啊，正反两面都是要靠自己去转化。这个就要透过不断的戒事练心、戒静修心的，才会有所心得、有所领悟啦。同理，我们即使是要负重前行的人生呢，免不了要负重前行的，我们也是要从中学习，轻装上阵啊，这样才会让我们的脚步轻盈啊。那这个也是在一念之间呐，要轻要重也是一念之间呐。或你要一边加重承担，一边的减轻负担。这个也是心念上的转化，更是心念上的选择啊。有一句古代的经典名句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是出自《史记》这本书啦。意思是说，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是出于同一个因素或同一个人啊。其实人群中还不是这样的道理啊。
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啊。成也这个人，败也这个人啊。因此要负重前行，还是要轻装上阵，也是跟正念心有关啊。这个让我们深深的警惕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加重承担，减轻负担，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